bana samia ban kiburiha urabo tiro dengan mo maina warar udarosya amko jiban ki 这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早晨。中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每年的这一天，孟金福都要在马尾上系红布带。在鄂伦春人眼里，萨满的马是神马。 新年里第一次乘骑，系红布带表示尊崇。孟金福是中国境内鄂伦春族中的最后一位萨满。这种用几根树干做支架，用兽皮围起来的住处，鄂伦春人叫仙人柱。这是孟金福夫妇在山林中的家。在过去的千百年中，鄂伦春人就这样世代生息在大小兴安岭，一直过着从远古延续下来的游猎生活。 不知道鄂伦春人在山林中生存了多少世纪，他们的族名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Bandok Kementana Burikol Bana Samia。 到了本世纪50年代初，中国境内的鄂伦春人在政府的帮助下，走出山林，分几处定居。当时全族人口2256人。孟金福夫妇是在山林中出生长大的。 定居以后的40年，他们还是习惯在山林中生活。今天是农历正月15，在过去是鄂伦春人祭月神的日子。定居以后就不讲究这些了。 但孟金福相信，在这个时候，月亮神正在天上望着人们。鄂伦春的先民崇信萨满教。萨满教是原始的自然宗教，以自然万物为神灵，日月水火、山林草木都可以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众神之中，山神是主管山林狩猎的神灵，在他们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孟金福每到一片山林，先要选一棵高大粗直的松树，雕刻一尊山神像。他觉得，这样他就与这片山林共同沐浴在神灵的庇护之中了。每天早晨，孟金福离家出去狩猎。每次打到猎物，
他都认为是山神的赐予。ban samia amak anje ban dopki ban binun tiangan mo banya urabo tukhinau Kara ban samia ban dopki kimintana hikor ingana mai so sa na nganam net sa sakso si osa离家走远了，点上一堆篝火，山林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可以成为孟金福他们的落脚之地，成为他们的家。多日打不到猎物，孟金福他们就会到山神面前诉说委屈和祈求。孟金福的枪太老了，老的都不易找到同型号的子弹。可他不想换成自动步枪，他认为那样看不出猎人的本领。他更不肯学着用套索夹子去狩猎，他认为那样不分老幼的猎杀，山神是不会高兴的。鄂伦春有一首歌唱道：兴安岭的大树有多少根，请问问我们鄂伦春；兴安岭的野兽有多少种，请问问我们猎人。孟金福这一辈子眼看着树林越来越稀，野兽越来越少，常常感到山神正在离他远去，感到一种无可依托的孤独。男人外出狩猎，这个家就留给了女人。家就是先人住的里里外外。在鄂伦春人的家里，女人是围着男人转的。丁桂琴18岁由父母做主，嫁给了大她15岁的孟金福，有了这个家。这30几年的日子，生儿育女，风霜雨雪，一晃也就过来了。行啊，有那个面味儿。孟金福回到家时，正是冬日里最温暖的黄昏时分。
emal nukte daharan jari dam omna. 因为是老夫少妻，孟金福对老伴儿就多了几分兄长味儿的温情。北方的夏季来得很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孟金福夫妇搬到了靠近河岸的林中。孟金福要让自己年轻些，他觉得这样才和夏天的美丽相般配。떨리는 놈 확실하. 어리. 아. 이래 실백달래. 뭐 떨려. 뭐 저기 딸기 해놓았어. 나서 거기다 한번 떨었어. 黄昏或清晨，是孟金福出去狩猎或捕鱼的时候。夏季出猎，都是乘坐这种用画皮制作的小船。画皮船为18站鄂伦春人所独有。离家之前，老伴儿要用柳条打他一下，这是老辈传下来的习俗。他那个吧，这个女人，男的大衣啥的，今天就有菜，不能空手回来。孟金福经常是看好一个风向稳定的夜晚去蹲碱场。蹲碱场是鄂伦春人传统的狩猎方法。碱场就是盐分大的湖泊或水潭。到了夜里，动物常来吃草喝水，猎人就在这时候伏击它们。这一夜，一个动物也没有出现。如今，动物是越来越少了。北方的夏季夜短昼长，太阳出来之前，水面上浮起了浓浓的雾气。画皮船在晨雾中滑行，
没有一点声响。孟金福听到了动物的声音。声音远去了。这里有本土最顶尖的纪录片导演，这里有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作品。纪录片栏目隆重推出中国优秀纪录片展播，记录绚丽多彩的生命，展示纷繁多样的世界，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里是纪录片栏目，敬请关注。7月的头10天，白桦树的水分最大，是剥桦皮的好时候。孟金福的桦皮船老了，他决定趁这几天做一条新船。孟金福小心地握着刀尖儿，使刀刃儿正好划破树皮而不伤得太深。1年以后，这棵树还能长出新皮。船的龙骨要用樟子松，它的木质柔韧而结实。只用斧子和猎刀，他们就把一棵粗圆的松树劈成薄薄的木片。将桦皮和樟松片背回驻地，就可以开始坐船了。58个，够不够？够了，够了。对孟金福来说，做一条桦皮船不是什么难事儿，有人帮忙，1天的功夫也就够了。做一条桦皮船不用1颗铁钉，1段铅丝，一切取自樟松和桦皮。小块的桦皮可以做一些小容器。过去山林中的鄂伦春人，家中的日常用具大都是用桦皮做的。北半球的许多民族都有使用桦皮的历史，形成了特有的桦皮文化。但像鄂伦春人这样使用桦皮的时间这么长，制作的水平这么高，却是很少的。
今天鄂伦春人也很少用画皮制品了，会制作的人也只剩下了几位老年人。大自然在赐予人类衣食之源的同时，也把智慧赐予了我们。一棵雕有山神的松树被砍伐了。孟金福见到时，有一种自己被砍伐了的感觉。那以后的很多日子，孟金福再没有出去狩猎和捕鱼。后来，他们回定居地的家住了些日子。这里到处飘荡着孩子们的笑声。当他们再回到山林时，短暂而美丽的夏天就要过去了。同来的还有郭宝林一家。郭宝林夫妇是定居后出生长大的第一代鄂伦春人，受过学校教育，有固定工作。现在郭宝林是乡政府干部，妻子是教员，女儿在读中学，他们的生活道路与上一代已完全不同。定居像一道线，划开了鄂伦春人的过去和现在。两家人住在了一起，他们对山林的感情却不相同。孟金福的山林是有神灵的，郭宝林的山林就是山林。天嘛！再来看你。孟金福为郭宝林的女儿郭洪波模仿驼鹿的叫声。鄂伦春人称驼鹿为憨，憨是兴安岭特有的鹿种。这是公憨。郭洪波这代人离山林更远了，很难听到憨的鸣叫。又一个冬天来了。又一位鄂伦春老人去世了。死去一个老人，就意味着鄂伦春人又远离了山林一步。
Mindu kajala wa muna karakya na matra eda ngana mo budanari karandi aru karandi gauchas ona karan bugar jana hila matra ajar kulira 鄂伦春人传统的安葬方式是风葬，他们认为，这样死者的灵魂就会随风飘回山里。在我们的请求下，孟金福表演了萨满跳神。 中断40年后，这位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又敲响了他的萨满鼓。在过去千百年的岁月里，萨满鼓声曾不时地回荡在兴安岭的山林之中。今天，恐怕是最后一次响起了。 孟金福的老母亲对儿子表演萨满跳神极为不快。等着早就送走了，说的，包